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金世佳打拐，利剑玫瑰定档7月12日，未播先火。一场牵动全民神经的正义之战。当迪丽热巴穿着警服持枪破门的剧照在网络刷屏时，打拐题材电视剧话题瞬间冲上热搜第一。这部由她和金世佳主演的《利剑玫瑰》还没开播就收获了超200万预约量。数据显示，近3年打拐题材剧平均收视率高出其他类型剧35%。而这次迪丽热巴从仙侠女神变身打拐女警的突破性转型，更让观众期待值拉满。毕竟上次她拿枪还是电影《长津湖》里的战地护士，这次可是要亲手解救被拐儿童了。迪丽热巴的硬核转型之路，从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凤九到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的乔晶晶，迪丽热巴的仙侠女主形象深入人心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她早在2018年就秘密接受过特警训练，为转型做准备。据经纪人透露，热巴主动要求接《利剑玫瑰》，因为她奶奶就是打拐志愿者。相比之下，金世佳的警察专业户之路更为扎实，《无证之罪》里的颜良至今仍是悬疑剧标杆。有趣的是，两人在片场有个默契约定，每天收工后互相检查对方持枪姿势是否标准。一场教科书级的角色蜕变。开机前3个月，迪丽热巴就进驻公安训练基地。有场解救被拐儿童的戏，她坚持不用替身，连续拍摄18小时，导致手臂淤青。导演透露，有次拍追逐戏摔骨折了，他打着石膏也要完成对白录制。而金世佳为了演好化妆侦查专家，专门去刑警队体验生活2周，甚至学会了用口红画伪装妆。最绝的是两人的一场审讯戏，迪丽热巴扮演的邓妍用心理战术击溃罪犯，剧本里只有3页纸的对话，他们即兴发挥，加了7个回合的交锋。真实案件改编带来的尺度考验。当剧组公布首个预告片时，眼尖的观众发现剧情与2021年轰动全国的梅一案高度相似。对此，编剧解释，我们融合了12起真实案件，但所有细节都经过艺术加工。不过仍有家长群体质疑，剧中拐卖过程拍得太详细，怕给孩子带来心理阴影。为此，片方特别制作了防拐指南彩蛋，每集结尾播放真实寻亲故事。这种悬疑加公益的模式，让《利剑玫瑰》未播先获公安部点赞。打拐题材为何屡屡戳中社会痛点？对比同类剧失孤的催泪路线，《利剑玫瑰》选择了更硬核的表达方式。它不仅展现解救过程，更深入剖析人贩子的作案心理，比如利用留守儿童的心理弱点，或者伪造亲子鉴定报告。有法学专家指出，剧中买方入刑的情节设置比很多普法节目都透彻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剧组联合宝贝回家组织发起点亮回家路活动，每条弹幕评论都将转化为公益资金。从电视剧到现实的社会影响。随着定档消息公布，如何识别身边的人贩子话题阅读量破5亿。已有公益组织联系剧组，希望将剧中人脸识别寻亲系统转化为实际应用。演员方面，迪丽热巴已受邀担任反拐宣传大使，金世佳则计划拍摄打拐纪录片。有业内人士预测，这部剧可能推动新一轮打拐立法讨论，就像《人民的名义》促进反腐一样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利剑玫瑰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被解救的孩子背后，都有无数像邓妍这样的无名英雄。当迪丽热巴在剧中说出我们的战场不在枪林弹雨，而在每个孩子的回家路上时，屏幕前的观众或许该想想，我们能为打拐做些什么。